嗱，咁美國咧就有不同嘅名單啊，有不同嘅名單。咁係因為佢係涉及不同嘅部門啊。咁今次騰訊被加入嘅呢個名單咧，係美國國防部嘅啊。美國國防部根據呢一個國防授權法啊，第1260H 章節，所以佢叫做1260H 名單啊。咁佢就根據呢一個1260H 章節咧，佢就會公佈，即係佢會不時咁公佈一個更新版嘅一個名單。咁呢個名單咧，其實就叫做中國軍事公司啊 （CMC） 啊，Chinese Military Companies 簡稱 CMC。所以有人稱佢做 CMC 名單。亦都有人稱佢做1260H 章嘅名單啊，因為佢係根據呢一個條例啊嘛，即係1260H 章咧係個法例嚟嘅，而佢講嘅內容呢一個名單咧係叫 CMC 啊，即係中國軍事公司。咁佢就列出一啲佢覺得你係有可能係同呢個中國軍方有關嘅。公司啦，咁佢就列入咗呢一個你叫 CMC 名單又好，叫1260H 名單又好嚇，咁就入咗啦。咁呢個入咗咧，其實呢一個1260H 嘅名單咧個前身咧係1237啊，1237。我記得小米當時應該係入咗呢一個名單啊，但係當年咧係1237啦，當年係1237。咁1237係講 CMCC 啊 ，CMCC 其實多咗個 C 咧係即係大家知啦，共產黨嘛 ，C Communist 啊，即係多咗個 C 啫。咁但係個意義一樣啊，意義一樣。即係大家知道中國嘅軍方咁啊，梗係黨啦，係咪？黨屬於黨㗎啦。咁所以無論你係 CMC。無論你係 CCMC 又好 CMC 又好，即係都係講緊同中國軍事有相關嘅一啲佢叫做涉軍企業嚇，涉軍企業。嗱，咁加咗呢個名單咧，就其實咧係個影響唔會太大啊。呢個名單只係話俾一個授權去。國防部去叫做去識別邊啲公司係同呢個軍方有關，以至咧佢就唔同呢啲公司做生意，即係冇貿易嗰個來往或者採購物資嘅時候，咁佢就會避開呢啲公司嚇。咁只係咁樣嘅啫嚇，即係只係咁樣嘅啫。佢冇授權咧，進一步有其他嘅限制啊，冇授權去有進一步其他嘅限制。亦換句話嚟講咧，即係話入咗1260H 呢一個名單咧，係對於係唔會限制美國投資者去投資騰訊啊。咁所以個影響即係個實質影響咧，其實係唔大㗎，尤其是對騰訊啦。佢主要嘅生意都唔係賣一啲美國國防部或者美國軍方會買嘅嘢啊。美國國防部或者美國軍人都唔會用騰訊嘅微信㗎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實質影響係不大㗎，實質影響係不大。但係市場驚乜嘢咧？就係驚咧，就係佢入另一個名單啊。有另一個名單比較影響大嘅咧，係財政部，係美國財政部嘅呢個叫做海外資產管理辦公室，英文簡寫係 OFAC。嗱，呢一個美國財政部 OFAC 嘅呢一個辦公室，佢都有個名單啊。咁呢個名單簡稱咧就係 NSCMIC 啊 ，NSCMIC。嗱，如果入咗呢個名單咧，咁就會大件事啲啊。
因為呢一個 NSCMIC 嘅名單咧，如果你入咗去嘅公司咧，係禁止美國投資者去投資呢啲公司嘅。如果你之前已經投資咗，而去入咗呢個 list 之後咧，你係要賣出即係佢要俾一個期限你賣出呢一個持股啊。咁所以當年中移動呢一個中海油就係入咗呢個名單啦。咁所以咧就差唔多啲美國投資者都清倉啊。咁當然有人話好，即係事後睇翻好機會喎，你哋美國投資者清倉，咁係當年係一個買入中海油買入中移動嘅好機會咁事實係嘅，咁但係問題你要經歷嗰個陣痛啦。咁但係騰訊而家咧係未入 NSCMIC 呢個名單啊。咁而事實上呢一個1260H 名單同埋 NSCMIC 嘅名單係有所重疊嘅，即係話有啲公司係兩個名單都出現嘅，但係呢兩個名單咧唔係同等啊。而事實上，如果我哋睇翻個名單嘅長短1260H 名單，即係呢一個新聞播出嚟當日當時1260H 名單咧係有134家公司噶，但係當時 NSCMIC 嘅名單咧只係有68間公司嘅啫。咁所以你睇到差唔多係一半到啦即係話你入咗1260H 名單並不意味你一定會入呢一個 NSCMIC 嘅名單嘅。只要你唔入 NSCMIC 名單咧，咁其實對騰訊係影響不大因為咧唔會有涉及要禁止美國投資者投資騰訊，亦都唔會涉及要求即係美國投資者要沽出佢持有嘅騰訊即係唔會嘅。如果你騰訊冇入到呢個 NSCMIC 呢個名單咁而事實上根據呢一個美國國防部啦，佢都話咧你入咗呢一個1260H 名單嘅公司咧，係有權去提出申請咧，叫佢重新審議嘅，即係話你提供一啲解釋你提供一啲理據話，我都唔係同軍方有關嘅，係咪？咁你加入呢個名單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咁係有機會咧拎走係有機會拎走。而事實上之前都有唔少成功例子咧，係本來俾人加入咗1260H 名單之後移除嘅。咁小米其實之前都試過入咗，跟住又移除咗啦，係咪？咁另外有一間公司叫做和賽科技和賽科技咧，佢喺2024年嘅1月份咧就俾列入咗呢個名單。跟住佢喺當年10月份亦都係申請成功係移除咗不過問題就係你睇到你加咗呢個名單之後，即使你之後會被移除即係成功地申請之後移除咗，但係都要時間咁起碼都要幾個月啦。咁問題就係呢幾個月內，或者你甚至唔知將來會唔會真係可以成功移除嘛？咁變咗投資者咧就會有一個擔憂啦咁因為呢啲就係叫做不明朗因素嘛。咁而港股咧係好厭惡咧呢一個不明朗因素咁所以咧呢個會導致咧呢一個消息公佈咗之後咧，咁個騰訊嘅股價咧就即刻大跌即係連跌幾日咁呢個就係因為港股係厭惡呢一個不明朗，而事實上當你被加入呢一個1260H 名單之後咧，係冇咁快即使你最終可能可以成功地移除，但係冇咁快發生嘅。咁所以咧，投資者就覺得我又要搏你移唔移除到，萬一你移除唔到之餘，仲加埋仲被加入呢一個
CMIC 名單，哇咁啊更加大鑊係咪？咁所以咧面對呢啲事咧，有啲投資者就選擇咁我走咗先啦唔走晒都減啲咁所以股價就弱啦。咁但係點解呢幾日騰訊又好翻呢？即係好似又本來諗住一路跌噶嘛，即係冇咁快回升點知咧騰訊咧有一個消息關於騰訊喎，就係咧美國呢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 呢一個辦公室咧喺1月8號咧就發布咗2024年嘅一個叫做假冒同盜版惡名市場名單咁佢時不時亦都會更新一啲咁嘅名單。咁最新嘅呢一個更新出嚟嘅名單咧，投資者就留意到咧，騰訊嘅微信咧之前喺呢個名單入邊㗎。應該2021年拜登政府咧就將騰訊嘅微信旗下嘅電子商務同埋阿里巴巴旗下嘅 AliExpress 都加入咗呢一個叫做假冒同盜版惡名市場名單入邊啦。咁呢個係講緊一啲平台，佢咧就涉及一啲侵犯版權或者係嗰啲即係啲冇牌嘢咁會導致美國商業咧有啲財務損失，或者對啲消費者構成一啲安全嘅風險，因為你賣如果你賣啲冇牌嘢冇版嘢，咁唔知啲品質點噶嘛咁所以咧佢就設立咗呢一個名單。咁當時咧即係2021年咧，咁騰訊嘅微信咧就被列入呢一個名單入邊啦。咁而1月8號，即係講緊2025年1月8號發布嘅呢一個最新嘅假冒及盜版惡名市場名單咧，投資者就留意到，騰訊嘅微信咧喺個名單度被剔除咗，即係唔再喺嗰個名單入邊。咁市場嘅解讀咧就係覺得對騰訊咧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即係證明喺騰訊喺呢一個知識產權嘅保護方面咧，係或者佢啲產品嘅品質方面咧係有啲進展即係以至到美國嘅呢一個貿易代表辦公室咧會覺得你有改善啦，咁所以咧就將你除名啦，即係喺個惡名市場名單度除名啦。咁亦都投資者咧進一步聯想到啦，咁表明咧美國嗰個監管機構咧唔係系統性地針對騰訊，因為你發出兩個唔同嘅信息嘛。一個咧就你加入咗去1260H名單，咁係咪針對騰訊係咪一路不斷想打壓佢又唔係你呢邊你又將騰訊嘅微信剔除咗喺呢一個假冒盜版惡名市場名單咁即係話起碼證明一樣嘢，就係美國嘅當局咧唔係有系統地針對騰訊嘅，即係話佢唔係全面要封殺你騰訊嘅，可能只係以事論事，就住呢一個軍方嗰邊係咪有嫌疑咁佢加你去1260H名單，但係對於呢一個盜版侵權呢邊你有改善咁我就拎走，從呢個名單中移除。咁即係話佢係以事論事，即係咁樣嘅態度嚟對待騰訊，咁又唔同咁即係話，如果騰訊據理力爭喺呢一個1260H名單當中提出理據，咁亦都可能有機會真係可以最終被移出呢個名單嘅。咁呢個就係市場睇到最新嘅呢一個消息之後，會覺得同景騰訊亦都有機會咧由呢個 CMC 或者1260H名單中可以被移除嘅。咁呢個就係點解騰訊呢幾日嘅股價又好咗又好咗。咁當然呢幾日個股市又麻麻啦。其實唔係呢幾日麻麻，由2025年開年到依家，差唔多日每個交易日都麻麻地
咁呢一個就係騰訊啦。